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如果俄罗斯突破乌克兰前线，法国将立刻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帮助乌军稳定局面。由于俄乌战争进一步激化，美国宣布炮弹产量翻倍，预计明年达到每月生产12万发炮弹。英国和乌克兰签署长达100年的合作协议，美国从哈萨克斯坦购买苏联战机，或将移交给乌克兰。加拿大装甲车进行反无人机升级，消息很多，我们一件一件聊。5月2号，《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专访。此前呢，在今年2月份，马克龙就曾向媒体公开透露，将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选择，引起了媒体舆论的哗然。这次呢，马克龙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再次对派兵论做出了回应。他重申呢，不排除法国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因为法国的目标呢是让俄罗斯无法战胜乌克兰。当被问及是否坚持自己的观点时，马克龙说：“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我们现在总是太过犹豫，我们为了那些不会限制自己的侵略者而限制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能力是值得信赖的，我们会继续提供帮助，为乌克兰提供抵抗的手段。”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此番发言呢，是由于担心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此外，他还强调，如果俄罗斯升级行动，将迫使所有欧洲领导人考虑出兵。马克龙还表示，如果俄罗斯决定升级俄乌战争，我们就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选项。乌克兰地区不稳定的力量并对欧洲的整体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今年2月26号，20多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法国首都巴黎就支持乌克兰举行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说，他不排除北约成员国和其他盟国向乌克兰部署军队的可能性。然而，其他各国对此并没有给予支持，比如英国、瑞典、德国等欧洲多国都声称己方并没有这一计划。美国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多名发言人也都向媒体表示，美国并不希望局势进一步升级，而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要求美国派出军队进入乌克兰，他们只是要求提供武器弹药，从未要求过外国军队为乌克兰而战。乌克兰的土地需要乌克兰的士兵保卫。北约此前在公开场合也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遣部队，担心俄乌冲突升级为北约与俄罗斯间的冲突。然而，不少欧洲国家呢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并培训乌军士兵，还有一些雇佣兵赴乌克兰作战，但这些都并非正式的出兵干涉。克里姆林宫先前警告，如果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派兵，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将不可避免。莫斯科对此前欧洲可能部署军队支持基辅的建议做出了反应，将其视为北约直接参与冲突，以及其对俄罗斯采取敌对和侵略立场的证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马克龙的这一声明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险。如果北约军队抵达乌克兰，那将视为对俄罗斯最严重的威胁，将是俄乌战争再次升级的导火线。不过呢，大兵认为，即使法军进入乌克兰，也大概率是不可能直接和俄军交战的，而是执行一些区域防御、扫雷、维修、运输等后勤保障任务，从而间接分担乌军压力。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要看法国的下一步行动。据华盛顿新闻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援助乌克兰的立法，并将购买155毫米炮弹的资金增加了1倍，这是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急需的弹药类别。美国首席武器采购员道格·布什对路透社表示，五角大楼已经要求国会拨31亿美元用于采购155毫米炮弹制造和产能扩张的投资。布什还表示，在2022年初，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进行了战时生产动员，并将炮弹的产量加速到了每月36000枚炮弹。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的炮兵打击中，通常以5:1的比例落后。美国总统乔拜登在4月24号签署的一项610亿的美元军事援助法案，根据国会指示，其中约一半由五角大楼用于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或弹药。根据布什的提议，到2024年底，美国155毫米炮弹制造能力可能会达到6万发每月的产能，并有望在2025年底之前接近2倍。
英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称，在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上次访问基辅期间，双方关于乌克兰和英国达成了100年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进行了商讨。目前该协议正在持续进行。这项新协议呢，将包含贸易、安全、国防合作、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卡梅伦还表示，这场战争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挑战，乌克兰无法独自应对。我们必须加紧努力，确保乌克兰拥有获胜困难的一切，并决定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提供3600万英镑，约合4520万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了在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遭受一系列袭击后提供的2000万英镑紧急资金，并且还表示，乌克兰有权使用本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近年来，哈萨克斯坦一直在逐步用现代战机，例如俄罗斯的苏30多用途战机取代其过时的苏制战斗机群，并且一直在与西方制造商讨论寻找合适的作战平台。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哈萨克斯坦政府在去年10月宣布将通过拍卖手段出售117架苏联时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其中呢包括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生产的米格31拦截机、米格27战斗轰炸机、米格29战斗机和苏24轰炸机。这次出售的申报价格呢为10亿间隔，约合150万美元。而价格之所以如此低廉，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目前呢，这些飞机被出售的状态都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需要进行维护或者系统性的升级后才能正常运行。尽管如此，美国最近还是购买了其中的81架飞机，包括了米格27、米格29和苏24。购买的原因尚未公布，但部分媒体猜测，由于这些飞机都在乌克兰军队中有服役，乌克兰空军对这些飞机拥有可以匹配的相同零件，只需要进行简单修补，加上美军的技术升级，达到作战水平并不难。因此，它最终很可能会移交给基辅，并交由乌克兰武装部队将它们拆解或维修，以获取所需的备件，甚至使用过时的机身作为机场的诱饵，欺骗俄军。最近，乌克兰发现了一辆加拿大制造的装甲车，它配备了一种独特的反无人机防御系统，部分媒体呢将其称为应对龙。这种网状金属结构旨在保护装甲车免受自杀式无人机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2023年12月，加拿大已经向乌克兰军方交付了第1000辆参援装甲车，并被广泛部署在一些最具挑战性的战区，特别是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并被证明在关键冲突地区具有良好的作战能力。乌克兰战争是参议员的首次作战部署，验证了其在严苛作战条件下的能力。防护屏的设计虽然看似简单，但却与用于对抗无人机的附加上部装甲类型相一致。这是俄罗斯军队在2022年冲突升级首次采用的措施。从那时起呢，这种装甲就已经成为两国的标准配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坦克和其他装甲车主要用于防御 FPV 和其他类型的武装商用无人机。现在呢，可以在各种类型的车辆上观察到各种各样的附加装甲设计，其中许多是当地临时进行的现场改装。2024年5月3号，波音公司已经确认将通过向沙特阿拉伯提供 F-15EX 鹰2战斗机，以增强 F-15日益增长的出口兴趣。然而，波音很快发现自己在沙特阿拉伯与欧洲竞争对手的设计直接竞争，包括达索阵风和欧洲台风战斗机。而以色列方面呢，最近也要求波音公司提供新版本的 F-15战机。波音发言人表示， F-15EX 非常适合为沙特阿拉伯增加关键能力，因为该国正在寻求加速其武装部队现代化的装备。F-15EX 以 95% 的通用性补充了沙特阿拉伯现有的 F-15机队，其中呢包括基础设施、训练和教练设备，以及飞行员技能重叠。我们已经准备好用当今生产的最强大的空中优势飞机来支持沙特阿拉伯的长期和尊贵客户。波音中东公司上周在 X 上发布了一张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国王大使迈克尔·拉特尼坐在该公司的 F-15EX 模拟器中的照片。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大型浮粪下水实验台在5月3号完成了海上试验，验证了其在海下运行并且要求减少人类接触的能力。在首次分享的一张照片中呢，可以看到原型就在水面以下，一个鳍和杏仁形身体的一部分突破，
这件灰色的无人水下航行器，用军事术语来说呢，被认为是超大，让紧接着它的船只以及外面的人相形见绌。在5月2号的一次采访中，诺斯罗普的首席研究员布莱恩·西奥博尔德表示，我们认为它的大小是惊人的，即使对于那些参与了整个设计过程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基于模型的视图时并没有觉得它很大，但直到看到它实际建成和全部尺寸时，它真的很令人震撼。他还补充说，这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的第一个实验表明，并没有发生泄露、故障或其他建构问题。诺斯罗普的产品经过多年的酝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2020年启动了该计划。其想法呢是制造一种大型水下无人艇，一旦开始运行，就可以独立于有人驾驶的船只。在诺斯罗普分享的图片中，无人艇的颜色变暗，只显示出圆润的鼻子和滑翔机般的身体。有报道称，乌克兰已经从前线行动中撤回了美国提供的 M1 艾布拉姆斯。据说原因是因为他们容易受到无人机攻击，尽管原因有些模糊，但最有可能的是，这些坦克被撤走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特别有价值的资产。而如果更多的坦克被俄罗斯击毁，或者更糟糕的是被俄罗斯俘获，对基辅来说将是重大的宣传和物资损失。2名美国军方官员向美联社证实了这一举动，并表示俄罗斯无人机的行动尤其意味着艾布拉姆斯坦克无法在不被发现或者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有效运作。一名国防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战场上无人机的激增意味着没有可以开车穿过，而且不必担心被发现的空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克里斯托弗·格雷迪上将表示，在无人机系统无处不在的环境中，集中装甲可能面临风险。然而，由于向乌克兰提供的31辆艾布拉姆斯中已经有5辆在俄罗斯的袭击中损失了，因此有必要在最需要的时候保留这支日益减少的部队，例如在特定突破行动期间，或者当有更多的 M1 可用时。与此同时，艾布拉姆斯落入俄罗斯手中的风险最近变得非常明显。有证据表明，美国捐赠的 M1150 突击破坏车，即 M1A1 艾布拉姆斯的变种，已经被俄罗斯俘获了。因此，保存有生力量对乌军来说也十分重要。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